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10大古装美女明星，赵丽颖、王楚然、杨紫上榜，个个都是古典美人。杨紫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年轻女演员之一，她不仅以出色的演技和可爱的外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还因为她的古典美感而备受赞誉。杨紫以她出演的古装剧而闻名，她能够完美的诠释历史人物，展现出古典美人的魅力。杨紫的古典美感在她的造型和气质中得到了充分展现，她常常选择华丽的古装和传统的发型来衬托她的美丽。她的修长身材、精致的五官和柔美的线条，让人联想到传统中国美人的形象。无论是扮演宫廷女子还是民间女子，杨紫都能够通过她的外表和气质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。除了外貌，杨紫还以她出色的演技获得了业内的认可。她能够将角色的情感细腻地展现出来，让观众真实地感受到角色的内心世界。她的表演风格充满了古典美感，使得她在古装剧中的表现更加引人注目。她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，让人不禁为她的演技所倾倒。杨紫的古典美感不仅仅体现在她的外貌和演技上，还体现在她的气质和个性中。她给人一种温柔、优雅的感觉，仿佛身上散发着古代美人的韵味。她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自信和端庄也让人印象深刻。无论是在公众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，杨紫都展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古典美人的风采。总的来说，杨紫以她的古典美感成为了备受关注的演员。她的外貌、演技和个性都展现了传统中国美人的特点。她的存在不仅仅是中国娱乐圈的一股清新风景，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和欣赏古典美的魅力。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现实中，杨紫都是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古典美人。首先，杨紫的穿衣风格也展现了她对古典美感的追求。无论是在红毯上还是日常生活中，她总是选择着装与她的形象相得益彰。她喜欢穿着华丽的旗袍、汉服或者设计精美的古装服饰，展现出古代美人的典雅和高贵。她搭配的珠宝、发饰等细节也凸显了她对古典美感的注重，使她在各种场合都能够成为焦点。其次，杨紫还积极参与宣传传统文化和保护古建筑的活动。她以她的影响力和知名度，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。她参与了许多关于古代文化和历史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，通过她的表演和言谈，让观众更加了解和感受到古代美的魅力。此外，她还参与了一些关于古建筑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益活动，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最后，杨紫的人格魅力也是她成为古典美人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她以真诚、努力和谦逊的态度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喜爱。她没有被赞美冲昏头脑，而是保持了谦虚和坚持不懈的工作态度。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的品质也让她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，进一步增加了她作为古典美人的形象。总的来说，杨紫作为古典美人的代表，她的外貌、穿衣风格、参与传统文化保护的活动以及她的人格魅力，都让她成为备受关注的演员和公众人物。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为古代美人的形象注入了新的活力，同时也为人们展示了古典美感的魅力和价值。你认为最美古装女明星是谁呢？有人说到了赵丽颖，也有人说到了刘亦菲，这个问题可谓是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为此，我查遍了网上各类投票情况，整理出了大众比较公认的10大古装美女明星，来看看都有谁。第10位，王楚然。王楚然是如今正当红的新生代校花，她的扮相一古一今，古装的她犹如古画卷中走出的美人。从《清平乐》到今年的《玉骨遥》，她的每一次古装都惊艳十足。第9位，黎姿。黎姿出演的多个经典古装角色，既能饰演周芷若，又能饰演赵敏，被誉为是史上最美赵敏扮演者。她的古装清新脱俗中带着灵动的气息，十分美貌中更带3分英气。第8位，杨幂。杨幂主演了多部热门古装影视剧，每一个角色都极具个性魅力，晴川、雪见、白浅和扶摇等角色让观众印象深刻，不少配戏的男演员也因此被带火。第7位，杨紫。杨紫塑造了多个热门古装角色，这些角色使她圈粉无数，完成了由童星到演技派的成功转变。
剧中的他通过演技征服了观众，不仅有着外在美，更赋予了角色内在美。第6位，陈德容。陈德容是早期一代琼女郎，她的古装扮相惊为天人，饱含深情的双眸明亮且有神，梅花烙中的白银双美帝倾倒众生，水云间里的杜芊芊令人难忘。第5位，蒋勤勤。蒋勤勤是早期家喻户晓的女演员，饰演了多个美丽的影视角色，被誉为当时的古装第一美人，无论是西施或者是练霓裳，都美得十分惊艳。第4位，刘亦菲。刘亦菲被网友誉为古装仙女天花板，从早期的王语嫣崭露头角以来，接连又出演的赵灵儿及小龙女3个角色都极具仙气，宛若从画中走出来的古典美人。第3位，刘诗诗。刘诗诗是气质美人的代表，步步惊心中的马尔泰若曦赢得了高人气，龙葵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童年回忆。第2位，陈红。陈红曾经被誉为大陆第一美人明星，早期的她因出演貂蝉而迅速走红，之后参演了多个美人服装角色，无论是嫦娥或者是太平公主，都美得动人且惊艳。第1位，赵丽颖。赵丽颖是美貌与实力俱佳的女演员，作为演艺圈当红小花，她塑造了众多古装经典角色，每一个都独具魅力。楚乔传、花千骨、陆贞传奇等角色都成为了不少观众的美好回忆。02，玉骨遥看肖战演绎一个孤独冷傲的皇室太子。玉骨遥是一部由肖战演绎的古装剧，他在其中扮演一个孤独冷傲的皇室太子。这个角色让肖战展现了他出色的演技和精湛的表演功底。剧中的太子是一个出生在皇室的孤儿，他被宫廷收养并被指定为未来的皇帝。尽管在地位上受到崇高的待遇，但他内心却承受着孤独和压抑。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性，太子很少与外界接触，导致他形成了冷漠和傲慢的性格。肖战通过精准的演技，将太子的孤独和冷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运用微妙的表情和眼神交流，将太子内心深处的情感细腻地传达给观众。无论是面对宫廷斗争的阴谋，还是遭遇感情纠葛的痛苦，肖战都能够通过细腻的演技展示太子的复杂内心世界。太子的孤独感让他与其他人保持距离，甚至与自己的亲生家人都无法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然而，在遇到一位勇敢独立的女性后，太子逐渐打破了内心的壁垒。肖战通过细腻而真实的演绎，展现了太子渐渐从冷漠中走出来，迈向成熟和坦诚的过程。玉骨遥通过太子的故事，揭示了权力和孤独对一个人的影响。肖战通过他的演技，使观众能够深入理解太子的心境，感受到他背后的痛苦和挣扎。他的演技不仅仅是简单的扮演一个角色，而是将太子的情感和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肖战在玉骨遥中塑造的孤独冷傲的皇室太子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的演技不仅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实力，还将太子这个角色赋予了更多的情感层次。通过他的精湛表演，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太子的内心世界，并与他一起经历他的成长与蜕变。太子在玉骨遥中的孤独和冷傲，并非是他天生的性格，而是在皇室环境的熏陶下逐渐形成的。太子长期生活在宫廷的封闭环境中，缺乏真正的友谊和亲情，导致他与外界产生了隔阂。然而，正是因为他的孤独，太子对于真挚情感的渴望变得更加强烈。当他遇到那位勇敢独立的女性时，他的内心开始融化，展现出了更多温暖和亲近的一面。肖战通过细腻的演技，将太子在与女主角相处的过程中，逐渐打破冷漠和傲慢的外表，展现出他对爱情和家庭的向往。太子在面对宫廷的阴谋和权力斗争时，展现出了坚毅和果断的一面。他通过智慧和决心，成功地化解了许多危机，保护了皇室和自己的利益。肖战在表演这些场景时，展现了太子作为一个皇室继承人的坚定和聪明才智，使观众对太子的角色更加着迷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太子逐渐意识到权力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。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，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。肖战通过细腻的表演，将太子内心的挣扎和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对太子的内心变化产生共鸣和思考。总的来说，肖战在玉骨遥中出色地演绎了一个孤独冷傲的皇室太子。他通过精湛的演技，将太子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深入人心。
观众通过他的演绎，不仅对太子这个角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也能从中获得对于人性、情感和成长的思考和启发。《玉骨遥》是一部由蒋家俊执导，肖战和任敏领衔主演，方逸伦和王楚然特别由方逸伦、王楚然主演的东方浪漫古装玄幻剧。该剧改编自苍月的小说《朱颜》。该剧讲述了孤独冷酷的空桑太子世英，肖战是与热情正义的赤足公主朱颜，任敏是因一朵花的宠爱而发生的故事。在命运的纠缠下，石隐陪伴朱颜成长，共同面对困难，保护苍生的故事。剧中，空桑长子石英与赤足公主朱颜偶然相遇，两人本应是师徒3年，但当鬼邪崛起，空桑即将灭亡时，石英误认为与朱颜一起长大的人鱼志远就是海皇，并亲自封印了志远。最终，朱颜将玉骨刺向石英，完成了他的宿命。然而，在被窥探之前，命运就已经改变了。该剧展现了一个情感极具张力的故事，以及人物面对命运的选择和追求。空桑之子石英的孤独冷漠与朱颜公主的热心正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也深深打动了观众。肖战在剧中饰演孤独高傲的空桑太子石英，他通过细腻出色的表演，赋予了这个角色深刻的内涵。任敏饰演的赤足公主朱颜乐观向上，勇于承担责任，维护本族利益。她用坚定和温暖诠释了这个角色。该剧以古代东方为背景，展现了宏大壮丽的场景和精美的服装设计。制作团队精心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、浪漫气息的奇幻世界，吸引观众沉浸其中。此外，《玉骨遥》还探讨了人物命运与情感纠葛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。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立体个性和情感线索，让故事更加引人入胜。观众可以体会到友情、亲情、爱情的真诚与执着。剧中，空桑世子石英与朱颜公主的师生关系也是剧情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困难和考验，互相支持，一起成长。这种深厚的情感联系不仅增添了戏剧张力，也为观众提供了强烈的情感共鸣。总体而言，《玉骨遥》以其精彩的剧情、优秀的演员阵容、精湛的制作水平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呈现了一个充满神秘浪漫气息的古老东方奇幻世界的故事，同时传达了人物命运与爱恨纠葛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。该剧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，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